爷爷，爷爷，你快醒醒！爷爷，爷爷，你快醒醒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你关心 UP 主更新福鼎肉片了。让我看看。爷爷，爷爷，你关心 UP 主更新福鼎肉片了。让我看看。爷爷，爷爷，老板来碗肉片。等一下，水还没开啊。来，拿好了啊，水有点烫。哎呀，烫死我了。老板，这么好吃怎么做的？要上电视是吗？想学你，我教你啊！估计你们应该等这期视频等了1年多了吧？终于来了福鼎肉片，我们也花了一点心思去做了一些功课，包括我们也去当地吃了很多家福鼎肉片，当然有好吃的有不好吃的，比如说阿勇肉片，我觉得就是非常不错，满大街都是的那个什么肉片大叔，我就觉得当我们从福建回到杭州准备录福鼎肉片的时候啊，我们被隔离了。所以也算是命途多舛。那今天我们的配方是从福鼎市人民政府的官网上参考的，然后我也从我特别喜欢的阿勇肉片偷来了一些小技巧，比如说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蔗蓉米醋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蔗蓉米醋，还有我们今天用到的这种黄辣椒，都是阿勇的老板告诉我的。首先，我们要选择猪的后腿肉，去掉肥肉和表面的筋膜，我们只要瘦肉的部分。传统的福鼎肉片是用木锤捶打的方式来制作肉泥，我们肯定不能用木锤了，我们用铁锤。开始了啊！天空是灰蓝色，一定要把这个桌子擦得干净啊！窗外有千纸鹤，一定要把地面拖干净啊！中途可以适当的往里面放一点点冰水，每500克的肉大概能够吃进去300克左右的水。当你把它砸成肉糜之后，里面这些肉筋就很好去掉了，像这样的糜状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打得很烂啊。打得太烂的话，口感就丧失了。每500克的猪肉加入1克小苏打、1克红曲粉、20克盐、20克鸡精、12.5克白糖，还有350克的地瓜粉。地瓜粉可以选这种粗颗粒的啊。接着把它揉到一起。一定要保证它里面没有颗粒。搓揉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越来越粘手，这个是很正常的，有一种我在福鼎玩泥巴的感觉。这一步呢，能够让这个肉泥起胶，特别的 Q 弹，所以不能偷懒。官方的说法是要揉20分钟，放在平时嘛，我肯定揉2分钟就告诉你们已经揉了20分钟了，因为我们美食博主嘛，最擅长弄虚作假的。但今天不行，今天我们要揉够20分钟。可能专家一看我这个就说这个不正宗，但是唬你们这些外行应该够了，这样就行了啊，可以。我们把它装起来，好。可以了，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半个小时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配料，本地的这种黄辣椒切圈，这个辣椒特别的辣，你问我为什么知道？哇，这个闻起来就有一股辣味，是挺辣的，哇，辣的不能呼吸，哇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，哇，好辣，哇，辣的我。剩余的黄辣椒用水煮开就行了。黄辣椒煮好之后就直接倒出来，泡着就行了啊。蔗蓉米醋，这里基本上就是我们用到的所有的调料了。然后我们去了一些家，也有吃到什么蒜头醋这种，不是每家都有，我就没有放进来。水开了，我们就可以出汤了。我们把弄好的肉啊，要放到这个板上，每一份肉片大概是200克。这个肉放下来之后，要把它抹成这边稍微薄一点，这边厚一点，这样一个形状。很多人他说这个肉片这样下去的时候，发现粘在勺子上，那是因为勺子要沾水啊。沾水这种情况就不会了。这个熟能生巧，我这个肯定没有那么熟练。
你们绝对想象不到我在做福鼎肉片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是用勺子下这个东西，肉的阻力还是挺大的。然后你拿的这个饼在这样用力的时候，会明显感觉到这个地方很费劲。每一个小吃背后其实都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难处。肉片下去之后，我们来调一个汤，蔗蓉醋一点点，姜丝几根，香菜一点点，辣椒圈少一点啊，这个很辣。泡椒水1勺，味精一点点，盐一点点，胡椒粉多放一点，加这个汤进去啊。一碗肉片要加大概400克的汤，基本上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哇，这样我们一碗福鼎肉片就完成了。它的味道是那种酸酸辣辣的，我的妈呀，好好吃啊！好辣！我在福鼎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，我对它的判断就是很开胃，因为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。呛到了，其实本来还好，没那么辣的。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在家做嘛，这个肉还是很舍得放的，所以吃起来还是能够感觉到有肉味。我在肉片大叔吃的那个给我的感觉就是，这不就是粉团团吗？就有一种我在吃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的感觉，很嚼劲，很 Q 弹，但都是粉，就完全吃不出肉味来，你知道吗？福鼎肉片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很 Q 弹，你看，像男粉丝的酥胸一样 Q 弹。吃掉男粉丝的酥胸，删掉，好恶心啊！如果你看视频看到这里，你一定会发现之前有好多弹幕说，这不就是温州瘦肉丸吗？其实这是非常合理的，因为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东西。当我们打开地图，你会发现温州就在福鼎的隔壁，除了肉丸、肉片，这2个地方的饮食非常的接近。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乡巴佬那种黑黑的鸡翅，就是温州苍南县的企业。而我们这次去福鼎也吃到了一种黑漆漆的卤味，口味上和我小时候吃的乡巴佬非常的接近，而且那一带基本上都是黑黢黢的。而当我们继续溯源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江西的宁都肉丸，包括石城肉丸，虽然它们外观上和福鼎肉片有不一样的地方，但在制作工艺上却非常的相近，都是用肉泥加上地瓜粉这样的一个操作形式。这一条美食变圈的路线和客家人迁徙的路线是非常重合的，从江西进入福建，再从福建进入浙江，每经过一个地方，就会由当地的人进行一些改良。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楚翅，到了香港被称为瑞士鸡翼，再比如说三杯鸡，我们会认为它传统起源上是江西的宁都，但是却发扬于我们的宝岛台湾。所以其实这食物的文化就是人的文化。每当我们在网上因为一个东西正宗不正宗去吵架的时候，其实我发现没有必要，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是同工同源的。反正你只要记住啊，对，我们是中国人。你们绝对想象不到我在做福鼎肉片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